学校的大红球。校庆运动会一直是我们学校1年1度的盛事。老师说，这是为了凝聚班级团结，也能让大家培养运动习惯。对学生来说，这一天就是名正言顺的放风日子。但在那年运动会的前夕，我却亲眼见证了一个关于大红球的传说。我们班这次参加拔河比赛，大家都想拿个好成绩，所以这几天放学后都自愿留下来练习。那天下午练习完后，天色已经开始暗了，夕阳把操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操场上的人渐渐变少，连老师们都开始准备回家。因为我是班上负责体育器材的同学，所以要留到最后收拾绳索、追标等物品。我原本以为只会一个人留下来，没想到有个同学阿哲也因为忘了带东西回来拿，刚好顺便陪我一起整理。当我们把绳索卷好，准备回去时，操场的另一端出现了一颗大红球。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像是某个班级忘了收回去的运动器材。这颗球非常大，直径至少有1公尺，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曾经见过的推大球比赛用的球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们学校早就取消了这项比赛，因为听说以前曾经发生过可怕的事故。那颗球怎么会在那？阿哲指着操场上的大红球，皱起了眉头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因为现在学校根本没有这类器材，应该不会有人随便把这种球拿出来。可能是哪个老师搬出来的吧，明天运动会要用，我随口说道，但内心却有点不安。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整个操场被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，空气中透着一股诡异的静谧。我总觉得那颗球的位置好像有点不对劲，它不偏不倚地放在操场中央，仿佛刻意等待着某人来推动它。红球动了，我和阿哲没多想，快步朝着教室方向走去。就在我们踏上操场边缘时，背后突然传来沉闷的滚动声，咕噜咕噜。我们同时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那颗大红球正在自己滚动。风很小，地面也没有倾斜，这颗球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推动似的，缓缓朝我们这个方向移动。该不会是谁在恶作剧吧？阿哲压低声音说，但他的脸色明显发白。我的心跳加快，这颗球给我的感觉越来越不对劲。就在我们准备拔腿狂奔时，红球突然加快速度，朝我们直冲而来。跑啊！阿哲大喊，我们立刻拔腿狂奔，朝教学楼的方向冲去。我们疯狂奔跑，耳边只听见自己的喘息声和那颗球的咕噜咕噜滚动声。操场上的跑道并不算长，但在那一刻却像是怎么都跑不完一样。我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，那颗红球离我们越来越近，它不再是缓慢滚动，而是像被施了什么诡异的力量一样，直线冲刺，精准地朝我们逼近。这不是正常的物理现象，这颗球在追我们。快到楼梯了！阿哲气喘吁吁地喊道，指着通往教室的楼梯。我们拼了命往前冲，终于踏上了水泥的，并迅速攀上阶梯。但就在这时，红球竟然也滚上了阶梯。这不可能吧？我惊恐地喊道。普通的球遇到阶梯应该会卡住，但这颗球却像是有生命一样，硬是滚了上来。我和阿哲冲进了走廊，没命似的往教室跑去。这时背后的滚动声突然停了下来，我们大口喘着气，回头看向楼梯口，红球就静静地停在那里，像是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教学楼，没有再追上来。但即便如此，它依然保持着一种诡异的姿态，仿佛正在等我们再靠近。过了好几分钟，我们才冷静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探头向楼梯口望去，红球不见了。操场上一片寂静，没有半个人影，刚刚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幻觉。你刚刚也看到了吧？阿哲低声问我。绝对不是我们眼花，我喉咙干涩地说。第二天的运动会如期举行，但我们却发现操场上没有任何一颗红球，老师们甚至说学校从来就没有这种比赛用的大球。而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
我去查了这间学校的旧报道，才知道很多年前的运动会曾经发生过一起严重事故。在推大球比赛时，球突然失控，压倒了一名学生，当场夺走了他的性命。从那之后，学校就取消了这项比赛，甚至把所有的推大球器材都处理掉。但每到运动会前夕，就有人会在操场上看到那颗诡异的大红球。它会滚动，会追人，甚至会等待着某个倒霉的学生。直到现在，每当运动会前夕，我都不敢留下来练习太晚，因为我知道那颗球还在操场上等着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